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是中的中，飘逸的逸。游戏的本质，我个人觉得就是创作者与玩家之间的一种对话。创作者将一个想法、概念、创意，将之简化、限缩，让玩家透过固定的游戏方式来体验它的设计理念，并且从中获得乐趣。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硬体的更新，近年来许多游戏逐渐朝着无限贴合现实体验的方向前进。从早期的黑白画面、8bit 的色彩、2D 画面、2.5D 的游戏呈现，到后来的 3D， 并且逐步消除 3D 模型的零零角角，以至现在强调光影、物理几何，甚至连毛发细节都要忠实呈现。最终目标就是让玩家在游戏世界中也能如同在现实世界中一样的游玩。但是近些年来，有些游戏则是反其道而行，透过较低阶的游戏画面，更能让玩家专注于游戏的创新性、游戏性。好比说像素风的游戏，他们的呈现方式往往来自于创作者的刻意为之。好比说考量到游戏的风格、运作情境的限制，比如手机或者是掌上游戏，甚至是为了勾起玩家的情怀等等。由于画面能够呈现的细节有限，创作者就只能专注于该游戏的乐趣、创意，而不仅仅只是透过画面来吸引玩家游玩。不过我相信，在这个年代，你使用到任何一套游戏开发软体，在画面的精细度上，绝对都是远高于这些游戏最终想要呈现的程度。你可以用 Contra3、Gensala、RPG Maker， 甚至是 Unity来打造一款类似的像素风游戏。不过你也知道，这些游戏的开发软体，他们绝对可以开发更为精美的游戏画面，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这样一套游戏开发软体，它简化了游戏画面，说穿的也就是只有黑白两个颜色，并且它尽可能的限制你能够做的事情。最终的目标就是让创作者专注，而且只能专注于设计这套游戏的故事性。至于这套软体，它就是 BC。BC 呢是一套网页游戏开发软体，对于游戏设计入门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对简单而且容易上手的开发工具。它的特点是让创作者去开发像素风格，并且是以故事导向为主的迷你游戏开发软体。理论上呢， BC 的设计理念是让创作者更专注于游戏的故事性和互动性，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复杂的程式编写或者是艺术设计上。如果你想要设计复杂的游戏关卡，好比说即时而且是较具动感性的 ARPG 游戏，不好意思啊，这套游戏开发软体几乎无法让你达成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如果你透过 C3、Gensala 来创作游戏，其中一个开发阶段必定是产生游戏中的任何图片以及动画，但是在这个 BC 中，你不需要，甚至是说你做不到，因为你得透过 BC 提供的 UI 界面亲手绘制游戏场景、角色和物件。你只能选用2种颜色，一个是背景色，另外一个则是前景色，来绘制你的游戏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透过 BC 开发的游戏通常就只有黑与白2种颜色的原因。当你设计好一些角色、物件之后，你就可以将它们拖放到游戏世界中。至于这些元素，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能操控的玩家角色，第二个等待你去对话的小猫、小狗 NPC， 第三个打开房间的钥匙，第四个阻挡你的墙壁，第五个隐藏路径的通道，以及第6个传送至下一个场景的出口。最有意思的就是上面我说的6种类型的元素，基本上就是你在 BC 能够设计的所有种类了。如同前面我提到的，这是一款制作 RPG 游戏的工具，所以 BC 当然具有对话的系统，让玩家可以跟游戏内的 NPC 进行对话和互动。你可以设置一些条件，让对话内容有所改变。我相信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所谓的 RPG 游戏就是应该要有打怪升级这些要素，但在 BC 中，游戏只是载体，重点还是讲故事。你或许可以设计多个场景，透过出口的功能，让玩家在不同场景中游走，借由 NPC 所提供的资讯，设计解谜要素，发现隐藏的通道，开启不同的路径，最终完成一段极具故事性的冒险里程。至于这套软体我是怎么得知的，其实也是来自于另外一位创作者落日间，他在元宇宙的厕所会堵吗这部影片中15分03秒所提的一款游戏开发软件。你可以透过右上角我所提供的连结去看一下他的观点。我是觉得人家就是大神啊，对于游戏的观点说的就是比我来的透彻，而且他的文章更为完整，更具组织性，我也推荐给大家参考看看哦。在这里我必须诚实的说，我只有简单的使用过这套软体，大约就是3个小时。不过呢，
这套软体却带给我了巨大感触，并且带来了不少乐趣。它的网站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中。如果你想要透过 Google 找到这套软体，我建议你用 BC Game Make 当做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它了。进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简单的游戏说明，不过它是全英文就是了。按下中间的 Run Tool， 你就可以进到这套开发工具的界面咯。好的，第一步让我来画画。我先是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专注于怎么画出史莱姆这件事情。由于呢，该软体只能透过黑白两色来创作元件，所以我就只能在绘制的 GUI 上一点一画的把史莱姆完成，最终呈现的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史莱姆动画。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游戏中的一个元件大小不多不少就是8乘以8等于64个像素点，如何透过这64个像素点来呈现一个你所想要呈现的物件，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如同前面我提到的，当业界呢拼了命朝向贴近现实的方向来发展游戏， BC 却是尽可能的简化游戏画面，来让玩家更专注于游戏的故事性设计。这种理念应该是前所未闻的吧。第二步，我设计了第二个场景，这不难理解，因为所谓的 RPG 游戏当然就是会提供多个场景进行转换。不过呢，有别于一般的 RPG 游戏，玩家可以无限延伸同一个场景，但是在 BC 中，一个场景就是16乘以16等于256格，你必须透过多个场景进行切换，来让玩家逐步感受这个世界的完整样貌。或许这有点像是萨尔达传说早期在任天堂上面的样子吧。不过，如果要达成场景转换，你就必须设计出口。这里呢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设计砖块 tile，我又花了一点时间把传送门画好。第二个则是需要设计出口，在 GUI 上有着专门处理出口的设计版面，让你去编辑哪边进去哪边出来，这些都不会太难。特别是当你如果有使用过 RPG Maker 或者是 Intercept Game Engine 之后，你很快就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到这个阶段，我就可以测试一下已经完成的部分了。很好，看起来我的玩家可以自由进出这2张地图了。第3步，对话。对话框的内容可以透过 NPC 来触发。我直接在 Paint、Sprite 的分类中找到刚才设计的史莱姆，然后在下方的 Dialog 中填写它的对话内容，就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呈现。当然你还可以指定音效。接下来是游戏的控制流程。说到游戏的控制流程呢，如果你是一个程式设计师，你一定知道这必须透过变数以及条件式这2个元件来达成。关于变数，你可以在 Inventory 的版面中找到，一个是 Item， 可以指定 T 以及 Key， 另外一个则是 Variables， 你可以设计一些自定义的变数。再说流程控制，我还是必须要提醒每个游戏设计的入门者，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任何一套宣称它不用或者是极少使用程式设计编写的游戏开发工具，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你还是要写程式啊，哪怕是 Scratch， 它都还是有着程式设计的概念在里面的。如果今天想要进行流程控制，好比说取得什么道具，透过什么样的道具来开启传送门这类的事情，你就必须要有写程式的概念。而在 BC 中，主要就是体现在对话版面 Dialog 中。虽然我没有深入的去看这个部分，而且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整套工具流程控制的重点。当你打开版面，你就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对话功能。如果你想要透过这套工具来开发游戏，搞懂它里面的每个功能，将会是你避不开的一个环节。关于游戏开发的存档，就是这个游戏你开发的进度。虽然呢，这个网页会帮你 cookie 这些内容，但是为了避免你遗失或者是更换电脑后也想要进行开发，你只要点选 Game Data 的版面，你就可以看到你所开发的游戏，它是用一个明文的方式来进行储存。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将这些内容复制并且贴到笔记本中存成 text 档，下次当你开启 BC， 把这些内容贴到 Game Data 这个栏位中，就可以继续开发你游戏了。这个想法真是非常的有趣。最后呢，你可以到它的 Top Game 网站上面看看别人创作的游戏。你可以透过 BC Top Game 这个关键字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咯。当然我也会在说明栏中提供这些网站的连结，方便你们去浏览。在这里呢，我玩过了 Lovena 这款游戏，可以让你听听海哭的声音，还有一些比较意象的内容。我也玩过了 Hot 这款游戏，它透过了一些机制，让你可以在上帝视角跟横向卷轴这样的游戏呈现方式进行切换。这里应该有不少有趣的游戏，但是呢，为了不要爆雷，我也就不要深入的说明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玩看看。所以说，如果你想要透过 BC 开发一款属于你的游戏，
但是一时却没有灵感，我建议你到这个网站上面参考。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忠义，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